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让你心里嘀咕挺久了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感觉自己学汉语也挺努力的，但是那个进度条好像总比别人慢半拍？你是不是也常常忍不住想，哎，我到底是差在哪儿了呢？我们收到了你分享的一些想法和观察，主要呢是来自一篇谈高效汉语学习的文章，这些内容正好点燃了今天的话题，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来梳理梳理，看看这个进度差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看看文章里提到的那些因素，什么接触频率学习方法、主动性、心态，还有环境，这些到底是怎么影响你的效果的。然后呢，试着帮你找到一条可能更适合你，也让你更有成就感的学习路。我记得文章里好像就举了那种例子，就很多人会比对，哎，你看那谁是谁学了才几个月，聊起天那么溜，我这都学1年多了，怎么还一句散卡呢？这种感觉是不是特熟悉？说实话，有点让人泄气。非常熟悉。这种对比带来的焦虑感几乎是所有语言学习者的，可以说是通病了。但有意思的是呢，这个进度快慢往往不是简单的天赋2个字就能解释清楚的。你给的材料其实指出了好几个，更实在也更可控的因素。我们不如就顺着这些线索一层层剥开来看看，怎么样？好啊，那我们先从哪个角度切入呢？感觉，这个接触时间肯定是绕不开的吧。文章似乎特别强调，学得快的人往往是泡在中文里的时间更长，而且更频繁。比如说，不光是上课，可能平时也听中文歌、看剧、刷刷中文社交媒体什么的。对，这个接触度或者说暴露量，它是个基础。但这里头有个关键点不光是看接触的总时长，可能更重要的是接触的质量和频率。高频率的接触，哪怕每次时间不长，比如说你通勤路上听个10分钟中文 podcast， 或者午休的时候看几条中文新闻，这种都能持续刺激大脑的语言区，让你的语感保持 online。 这个效果可能比你周末关起门来突击学几个小时要好得多。所以说关键不是泡的有多久，而是要泡的巧，要看这个有效接触的密度。这么说来的话，你可以反思一下你每天真正跟汉语打照面的时间和场景有多少？是都集中在课本和练习册上，还是说也零零散散的分布在你的生活缝隙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你是主动去抓这些接触机会呢，还是就让中文像背景音乐似的，那么飘过去了？正是这个意思。沉浸感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非得要人到国外才能有，重点在于你有没有那个意识去主动创造接触点。比如说，你能不能试着把手机系统语言换成中文，或者关注几个你感兴趣领域的中文博主，再或者试试用特别简单的中文记一下你的待办事项。这些小小的改变，其实都是在增加高质量的接触。文章提示我们要思考怎么增加接触机会，我的补充就是要思考怎么增加有效的接触机会。有效接触，明白了。那光接触肯定还不够，这个怎么学，方法也很关键吧？文章里就提到，方法真的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好像特别会复习，他们懂得怎么把单词放回到句子里、情境里去记，所以就记得特别牢，用的也活。这个就像去健身房，不可能一套动作适合所有人练所有部位，对吧？你可能会发现，某个同学用那个 APP 背单词效果特别好，但你用了就感觉一般般。你有没有找到那种让你感觉对路的学习方法？会不会经常有那种道理我都懂，单词我也背了，但就是张不开嘴这种情况？或者说考试阅读还凑好，但是一听别人快速说话就懵了。甚至就像文章里可能提到的，人家追个剧俚语学了一大堆，我追完剧就只记得男女主角叫啥名了。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找到适配的方法，这个是核心。文章建议说要选和个人能力匹配的方法，这背后其实就是学习风格的差异。简单说呢，有些人可能偏视觉，看书、看笔记、看字幕效率就高；有些人呢偏听觉，那他听播客、听对话、大声朗读效果就好。
还有些人他需要动起来，比如说角色扮演呢，做游戏啊，甚至边走边听。关键在于什么呢？自我认识。你得了解自己用哪种方式吸收信息更快更舒服。文章提到复习和语境联系，这就指向了一些具体的技巧了。比方说，你试过用思维导图去梳理那些比较复杂的语法点吗？或者用那种间隔重复软件，比如像 Anki 这种工具，它利用那个遗忘曲线的原理，帮你更高效地抵抗遗忘。还有，我特别推荐学习语块儿，就是那些常用的词组搭配，比如对感兴趣啦、不仅而且啦，学这些块儿往往比你死记硬背当个汉字要实用得多。语块儿这个概念有点意思，就是说学小短语，而不是单个字儿。比如学你好吗，就整个学，而不是你好吗分开记，是这个意思吗？对，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因为咱们实际说话的时候，语言就是一块一块出现的嘛。你学语块能帮你更快地组织句子，说出来也更自然。所以呢，多尝试不同的方法组合，找到那个让你觉得学进去了，而且能长期坚持下去的组合拳。别怕试错，这个调整的过程，它本身就是学习的一部分。组合拳，有道理。说到这个学以致用啊，文章里还对比了2种学习模式，这个我觉得特别扎心儿。他说一种是主动型，就是总想找机会说，不怕说错，甚至自己录音下来听听，找找问题。另一种呢就偏被动型，主要是听老师讲、看书、埋头做笔记或者做些翻译练习。哎呀，这简直就是很多人的写照啊，是不是？我阅读还行，听力也能听懂个大概，但一让我说，脑子就一片空白，那些词儿都不知道藏哪儿去了。这很可能就是输入远远大于输出，是那种偏被动学习的典型表现吧。哈哈哈，你这个懂王和用王的比喻特别形象。这正好就点出了为理解而学和为使用而学这2种模式之间一个微妙但又非常关键的区别。被动输入像你说的阅读和听力，它是积累语言素材、培养语感的基础，绝对是必要的。但是呢，语言最终是工具，是用来交流的。只有通过主动输出，就是尝试去说、去写，把你学到的东西真正用出来，才能把知识内化成你可以随时调用的能力。这就引出来一个值得你好好反思的问题了。在你的学习时间分配里，主动去用中文的比例大概占多少？你有没有刻意的用新学的词或者句型去造个句，写个小日记，或者跟语伴聊聊天？哪怕只是在心里用中文描述一下眼前看到的东西，或者自言自语的评论一下刚看的新闻，这些其实都是在进行主动输出的练习。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主动用的意识？主动用的意思，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满足于我看懂了，然后就停在那儿了。那除了方法和主动性，心态的影响大不大？我看文章提到了目的啊、自信心呐，还有怎么看待错误，特别是看到别人进步飞快的时候，那种焦虑感、那种自我怀疑，真的挺磨人的。可能真的会忍不住想，天哪，人家怎么那么聪明？是不是我真的没语言天赋啊？这种念头一旦出来，那个学习的动力条感觉瞬间就见底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力啊，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文章里提到动机，这里其实可以稍微区分一下，有所谓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如果说你学中文是因为你真心喜欢中国文化，或者享受探索这门语言本身的乐趣，渴望和人深度交流，这种发自内心的驱动力就是内在动机。它通常比那种单纯为了考试、工作要求或者满足别人希望的外在动机，更能支撑你走过漫长的学习旅程。尤其是遇到那种平台期、瓶颈期的时候，内在动机就显得特别重要。然后就是自信和对错误的容忍度，这个也至关重要。你看那些学得快的人，他们并非不犯错，关键在于他们更能接受犯错是学习的常态，甚至能把错误当作调整方向的信号。
如果你总担心说的不完美，怕被别人笑话，那你就很难迈出主动用的那一步。而语言能力呢，恰恰就是在不断的试错和修正中，这样螺旋式上升的。文章建议我们思考怎么保持动力，还有怎么克服那种自卑感。那么对你来说，可以想一想，最初是什么点燃了你学中文的热情？那份初心还在吗？当你感觉有点挫败，或者看到别人好像毫不费力的就超过你的时候，你会怎么跟自己对话？是沉溺在那种我不行的负面情绪里，还是能提醒自己，看看我这个月比上个月多认识了多少字儿，又多理解了多少内容？学习它更像是一场跟自己对话的长跑，而不是跟别人比谁跑得快的100米冲刺。跟自己对话的长跑，这个比喻我喜欢。好，我们聊了接触、方法、主动性、心态，最后文章还提到了环境和实践机会。他说，那些进步快的人，往往有更多实战的场景，比如身边有中国朋友啊，或者工作环境就需要用中文，再或者干脆就在中国留学生活。听起来这个优势确实挺大的啊，但这不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这些天然的便利条件就没劲了吧？总不能说为了学的中文，人人都得搬家或者换工作啊，对吧？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样，理想的沉浸式环境确实能加速学习，因为它提供了海量的输入和及时的反馈。但就像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关键还是在那个主动性。没有天然的完美的环境，那我们就去创造环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创造实践的机会。文章建议思考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创造练习环境，这方面其实大有可为。你看现在线上资源这么多，你可以去找语言交换的伙伴，参加线上的中文角或者什么兴趣小组。更重要的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去嵌入中文，比如试着用中文写购物清单，用中文去搜索你感兴趣的信息。看电影的时候可以打开中文字幕，听到一句好句子就暂停模仿一下，甚至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些小小的中文任务。比如今天我要用中文给朋友发条微信，明天我尝试用中文点一杯咖啡，后天我看一段中文的 vlog 不带字幕。重点是把中文从一个纯粹的学习对象变成一个你能用的生活工具，哪怕只是在很小的范围用起来。你可以为自己设计哪些既可行又能让你觉得有点小乐趣的微环境或者微任务呢？明白了，创造这种微环境和微任务。好了，那我们根据你分享的这些资料，一起把影响汉语学习进度的这几个关键维度：接触的质和量、方法的匹配度、主动输出的意识、内在心态的调试，还有实践环境的创造，都深入的聊了一遍。所以你看啊，感觉学得慢，真的不一定是你不行或者没天赋，很多因素其实都是变量，是可以通过更好的了解自己和调整策略来改善的。那捋清了这些之后，对你来说，下一步可能是什么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或许是真正的去拥抱学习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旅程这个观念。没有什么统一的进度表，也没有唯一的成功路径。认识到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因素之后，最重要的可能不是焦虑，而是诚实的给自己做个自我诊断。就在接触、方法、主动性、心态、环境这5个方面，我目前的状态大概是怎样的？我的长处在哪儿？短板又在哪儿？哪个环节是我现在最想也感觉最容易去调整和改善的？与其把能量都浪费在和别人比较上，不如把这些精力用在优化你自己的学习系统上。哪怕只是尝试一个特别微小的改变，比如说每天固定10分钟主动朗读，或者每周固定找语伴聊1次天，持续的去调整，观察效果，然后再调整，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节奏和路径。这比盲目的去追赶别人要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优化自己的学习系统，找到自己的节奏。说得真好。最后呢，我们想给你留一个非常具体的小思考，就是抛开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这些理论分析，就想一个最小的行动。基于我们今天的讨论，从现在开始，你能做的一件，能让你感觉在学中文这件事儿上更主动一点点，或者更有趣一点点，或者感觉更有效一点点的小事儿，会是什么呢？
会是尝试用刚学的一个中文梗儿去发条朋友圈吗？还是主动去找一个中文视频挑战一下不看字幕能听懂3分钟？或者是把你最喜欢的一首歌的中文版找出来，试着学唱一句？就这一件小事儿，你会选择做什么呢？